据美国白宫给出的消息，拜登以中国军工威胁为理由，制裁了59家我国企业，而制裁内容有2点，一个是禁止美国投资方将资金投入到中国的这些企业中，另一个则是禁止名单中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证券市场募集资金。表面上看，这2个要求似乎十分奇怪。我们知道，军工企业一直是各个国家国防安全的重中之重，为了防止他国的渗透和破坏，都会尽可能远离外国资本。我国相关企业一直奉行的是独立自主原则，美国人就算想要大规模投资，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再缺钱，也不可能放任美国对相关企业的渗透，导致影响到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进展。而我国军工科技企业去美国上市并募集资金，这个说法就更为古怪了，避着你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还会自己凑上去呢？尽管我们时常调侃美国人经常干一些反制行为，然而终究白宫不可能做无用功，那么到底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呢？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2届总统的制裁背后显然是险恶用心，极其恶毒的。中国的军工企业的一些研发思路都会奉行军民两用的原则，或许最开始的科技成功会只限于军队使用，但是后续的开发中必然会逐渐转入民间使用。这种方式既保证了和平时期军工企业有效的自我发展，也保证了在战争状况下，军工企业可以很快利用先进技术和现有生产链条应用到武器生产中。而美国人表面上的不合理制裁，实际上就是要打击中国的这种军民两用型思路，通过制裁加恐吓的方式打断民用型的出口链条，这往往会导致军工企业不得不严重依赖国家的军事订单，这就形成了一种严重的畸形商业体系。为了让军工企业生存，国家不得不军事订单的投放，哪怕这些订单根本派不上用处，而为了确保订单到手，这些军工企业又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政府关键部门伸手，加重腐败现象的延伸，而这往往就形成了军工企业反向绑架政府的状况。更为讽刺的是，这其实就是当前美国自身的情况，一些军工巨头的代言人充斥在白宫的各个要职之中，而拜登如今的行为更像是背地里给中国挖一个美国人已经掉进去的坑。近日，印度媒体刊文，印度必须退出4国对话，不然后果很严重。虽然是印媒刊文，但是却是一位印度专家所撰写。在文章中，这位专家还直接喊话莫迪，想和中国打的是美日，不是印度。而印度一旦想要和中国发生冲突，那不仅没有好处，还会连现在有的都会失去。自从2020年的拉达克对峙之后，中印之间的关系就一度紧张，并且也正因如此，美国找到机会，一举破开针对中国周边海域的口子，正式启动美日印澳4国安全对话机制。当然，印度也正因如此搭上了美国的顺风车，可惜这个顺风车是反方向的。按照文章中所言，中国如今已经悄悄改变了世界格局，作为新崛起的大国，中国实力不容小觑。相反的却是美国，日前印度作为美国的盟友，在疫情2度爆发的时候，几次向美国求助，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处，美国3推4请的才慢悠悠地提供了一点帮助。而最近，莫迪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进行了通话，还声明说美国会帮助印度度过新冠难关，结果却有印度网友评论，不要高兴太早了，这是美国人，他们需要先照顾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有网友表示，谈话又如何，而这并不能让你得到疫苗，美国也不会轻易允许印度得到疫苗。从这一切评论可以看到，印度现在对美国已经很失望了，而这也就导致了现在的情况，印度人开始反思美国的顺风车方向究竟对不对，印度继续跟随美国能获得什么。有印媒刊登的文章中表示，一旦中美开战，那么开战的地点必然是中国周边，而4个国家中只有印度距离中国最近，到时候印度必将受到相当大的波及，毕竟印度的海军实力比中国差很多。再从另一方面来说，白人霸权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排斥一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人，而不说中国不会被压制下去，就算被压制了，那么印度也会成为下一个中国。所以一旦印度没有及时离开4国对话，那么印度的未来将会岌岌可危。不过最近印度外长苏杰生和王毅外长通电话，其中苏杰生就在抗疫方面请求了中国的帮助，并且还和王毅外长交换了双边关系以及全球合作意见。从这一点来说，现在印度对华态度已经变了，毕竟和美国合作这么久，印度不仅什么都没捞到，反而还惹得一身灰，甚至之后也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就在6月6号当天，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苏利文及昆斯在访问韩国后，抽了3小时的空来到了台岛，直接台当局乐翻了天。在他们来的前一天，台内媒体就开始大肆内宣，表示美议员这次前往岛内，目的是为了和台当局商谈所谓的美台关系、区域安全等等事情交换意见，并且由于议员昆斯是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岛内媒体还直接称其是拜登的好朋友，并且就拜登的好朋友坚定地支持台当局一事进行报道。话说回来，其实这次美议员访台一事本质上就是美国又一次对台释放错误信号，而且很明确地表示出了美国的急迫感。毕竟距离上一次之间仅仅隔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此前在4月份的时候，美国前参议员多德也率领了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斯坦伯格去了台岛，当时美国还遮遮掩掩说是非官方行程。而这次这3位确实担当议员，这次行程也是由岛内涉外部门的吴钊燮亲自接机，这些更是证明了拜登现在对华的手段已经从最开始的遮遮掩掩到光明正大了。对于此事，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了。当然，美国现在所有的举动都是在逼中国率先动手，好致使美国有理由大举用兵，这或许是中国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果解放军不和美国正面对上，而是直接武力统一，美国也没有理由来干涉，甚至也不一定会干涉，毕竟这就不是美国能占理的地方。这并不轻易就这样说的，而是这次美议员是乘坐 C-17 大型运输机，在清晨大部分年轻人还在睡觉的7点19分的时间，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需要出动运输机的是什么？就为了运输3位拜登的好朋友？很显然不是。所以这次除了美议员外，随机是否携带了什么东西，也是一个引人遐思的事情。不过目前对于这件事却并没有任何公告出来，但是可以大致确定的是，这次随机而来的并没有疫苗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台当局在那里叫嚣不用大陆疫苗，却也没有得到美国的帮助。说实话，现在美国囤积了很多的疫苗，甚至也承诺了很多国家会给予疫苗援助，包括台岛，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动向。台当局如果死撑着，就真的是不把台岛人民当回事了。如果台当局依然丝毫不悔改，而美国又一再逼迫，中国何不率先动手？毕竟中外不少专家都表示，中国已经有了率先动手的实力，甚至劝告美国不要继续挑衅中国。但是美国已依然如此，这不又是在明摆着找打吗？那就实在是该打一打，好让美国能长长记性。在当地时间6月6号，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梅惠玲撰写了一篇对于当前台海局势的分析文章，并发表在美国传统政治期刊《外交学人》上。文中提到，美国当前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判断已经出现改变。过去，美国普遍认为中国为碍于美国可能存在的介入而放弃对于台海的执着，但如今可以预料到的是，即便美国介入，中国也要完成统一，这一点让美国内部颇感惶恐。文章指出，美国人在很长时间里都对自己的军事威慑能力保持着足够的自信。然而，近段时间的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恐惧美军的到来，而越来越多的迹象也表明，中国民间对于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以武力的方式进行统一，几乎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因此，美国再想通过过去一样的恐吓行为迫使中国放弃统一，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位美国专家指出，五角大楼的一些闭门会议中多少流出了一些关于中国未来出手的行动预测，其中中国在准备4场战役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说法，这也是4场为了能够更好拿下台湾的战役更为必要的4个关键点：联合打击、封锁、反介入以及2栖攻击。关于第一点，顾名思义就是现代战争中多军种、多角度、多方位的立体式打击，延伸到我军方面就是海、陆、空、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同时对台目标展开攻击，最大程度的摧毁敌方防御和打击敌方抵抗士气。第二点就是在联合打击的同时，派遣相关部队封锁进出台海关键地点，防止夺岛作战出现意外情况。第三点，反介入，这个就很直接了，无疑就是为美国插手台海进行的应对手段。通常来说，这些手段会以东风为主。第4点则是2栖登陆攻击，在联合打击的配合下，地面部队快速进入交火区域，并取得关键性地区的控制权。这一点是海军和空军无法做到的事情，必须交由地面部队完成。基于以上4个战役的推测，美国专家就表示，前3个战役中国无疑是有这种完成的能力，而且这一能力也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至于第4个存在不小的争议，
一个就是解放军到目前仍然没有实战案例证实自己拥有高效的两栖作战能力，另一个则是台湾防御部队在接受了美国的秘密教官训练后，可以做到怎样的防守意志支撑到外部势力的介入。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在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我国国内常用的词汇，大陆对台动用武力已经成为了一个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情况。美国在其中如果失败，后果可能不简简单单是丢掉一个制衡中国的关键节点，而是很可能导致美军在整个亚太的战略不止失败，被清扫出亚太。近些年，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参与美俄核裁军双边谈判，目的就是遏制中国核武器发展。最近，美国又想出丧心病狂的一招，不仅要中国裁减核武器，甚至还要中国削减反导系统。据美国防务新闻近日报道，美国65名前军官、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高层联名致信拜登，要求其与中俄进行谈判，以削减导弹防御计划，这将为加速发展的军备竞赛找到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就在5月底，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透露，美方对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中程导弹拦截测试，发射了2枚标准6 Dual-2型导弹拦截，都失败了。本想在中国家门口秀下肌肉，却翻车了。而且在2019年，美国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也因技术原因取消了升级拦截器的计划。联名信中提到，在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失败后，这给了俄罗斯和中国发展进攻性核武器的机会。美国一直想通过谈判限制中国核武发展，尤其是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的出现，使得美国反导系统失灵。这封联名信也是为了伸手要钱，加强美国反导能力。另一方面，美国竟然要求中国削弱防御性的反导系统，要么中国反导太强，要么美国的攻击武器不行了。事实上，美国在中俄附近遍布海外基地以及生化实验室，而美国却要求中俄削减反导系统。通俗来讲就是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防御。美国总是自以为比别人聪明，把别人当傻瓜看待，这种强盗逻辑中国恕不奉陪。要谈，先谈谈削减美国海外基地的事儿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总想着挑台海红线，美舰机时常过来挑衅，美官员赴台也早就不是秘密。为了践行卫台的承诺，美军甚至还要教授台军如何打游击战，无视两岸悬殊的军事差距，肆意挑火。最近，德媒西塞罗就援引五角大楼模拟防御后的结论：美国保不住台湾。近些年，中国海军已经发展壮大，包括有多艘包括055大驱、075两栖攻击舰以及航母等新锐战舰。同时，中国还有航母杀手东风26和东风21D反舰导弹，能对美国航母编队进行精准饱和打击，甚至对美国第2岛链的基地也造成巨大威胁。美国越是不让我们发展核武器和反导系统，我们就越是要加快发展核弹头，让美国连介入台海局势的念头都不敢有。